这辆车呢，它的这个 chassis 哦，是很像 Hilux 这样子的，就是车底哦跟车壳是分开的。会，你那个会被你甩掉啊。Yo, what's up？ 欢迎回到 Rider ATS， 我是阿豪 ATS。今天带大家来到我们 Permas Jaya 这边呢，就是要带大家来看我身后这一台最新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Suzuki Jimny 5门款。当然，我们也要非常感谢 Nazar Eastern Motor Sdn Bhd 把这一台车借给我们做拍摄。之前我们拍摄过 Suzuki Jimny 这一款车，可是之前我们拍的是这个3门版本的。今天我们来看的是一个5门版本，也就是一个加长版。那这个最新的 Suzuki Jimny 5门版呢，是不是只是加长多了2个门罢了呢？其实还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别。那我们现在就细细的品尝一下这个5门版本的 Suzuki Jimny 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啦 Let's go！OK， 如果你们之前错过了我拍摄过的3门版本的 Suzuki Jimny 的影片的话，大家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啊。但是先把这个影片看完先，等一下才去看3门版，你就会 feel 到，5门跟3门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哦是已经启动了啦，降噪啊、隔音是没有做到非常的好啦。我们还可以在这一个距离听到非常明显的引擎声，可是可能在画面上大家听不到，因为我的这个麦克风有一个降噪功能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辆车的整个车头design呢是跟3门版本的没有多大的差别，唯一可以看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 front grille 啊，在这个 Suzuki logo 旁边这5个框框呢是变成 chrome 的了啊，原本是没有 chrome 的。我个人觉得还是没有 chrome 的比较好看啊，因为你看这样子啊，有一个 chrome 好像感觉比较有一点点。其实这辆车有咖喱味也是没有错，因为它是fully从印度进口来 Malaysia 的3门版本的呢，如果你是跟 Malaysia 的 Suzuki 买的话，就肯定是从日本进口如果你买的3门是 Recon 车，有可能是从澳洲来的啦，有可能是从英国来的，不一定是从日本来。但是5门的款式呢，就一定是 CBU 从印度过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头呢，大灯方面是跟原本3门式的是一模一样，圆形的，然后里面是一个 LED 的车头灯，这边下面又有一个 fog lamp， 但是这个 fog lamp 里面不是 LED 它是卤素灯泡，然后它的 signal 也是普通的吧。除了大灯这里是 LED， 整台车所有的灯泡都是卤素灯泡，包括旁边 Fender 这个比较传统式的 signal 车灯呢，也是卤素灯泡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硕大的 side mirror， 在3门版本呢，它是没有电动折叠的，可是5门版本你可以用手动按钮按给它折起来，但是熄火锁车过后它是不会自动关的，这个你还是要在里面操作。然后引擎方面呢，就是 1500cc NA 4缸自然进气引擎，没有错，就是好像 MyV 这样子啦。当然来到旁边侧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它真的是变长了，它长大了。讲真的啦，我个人可能是看习惯3门版本，所以我觉得3门版本的侧面这样看过去会比较顺眼，比较好看，比较可爱。然后变成5门过后，就感觉有一点点 oversize。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车顶呢是黑色的车顶，可是上面是没有那个置物架的如果要置物架的话，你可以自己安装，因为 Jimny 这台车它的可玩性非常的大，所以你可以加装很多各式各样的 accessories， 包括车顶的架子这个如果你们来到 Permas Jaya 这边的这个 Nazar Eastern Motor Sdn Bhd 呢，它里面也会有很多 Jimny 的 accessories 可以看。相信其实很多媒体都还没有看到这辆车也没有机会试驾到这辆车。我们今天是有第一手的消息可以试驾，也是非常感谢他们然后我们来到这辆车的尾箱，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有备一个 spare tire 啦我觉得这种 SUV 就是要备一个 spare tire 在背后看起来就比较硬核当然这辆车也是一个非常硬核的车型它是真的是有4轮驱动功能的，可以驾去 off road 的，而不是像一些都市型 SUV 那样就有一个外表罢了。等下我们没有机会去 off road 我们在马路体验一下它的车脚那些感觉是怎样。然后我们可以打开它的这个尾箱盖，它是侧边打开的打开过后可以看到这个面积不是很大的尾箱空间但是有一点我喜欢就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12伏的这个小插孔，你可以 charge 你的电话，或者如果你去 camping 你要用到一些电的话，也可以用这个地方来供电。然后因为 spare tire 是已经备在这个尾箱盖上面了所以我们在里面打开它下面的遮罩板呢，是里面有一些换胎工具。然后既然它是一个5门车型我们现在就打开这个5门座的后门，来看一下后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啦。OK，
OK， 现在我们坐进来的就是这个5门版本的后座啦。当然，如果3门版本你没有办法直接打开一个后门坐进来啦，所以5门版本的优点就在这里了。坐进来过后可以感觉得到的就是它的椅子是比较直一点点啊，倾斜角度是有2段可以调哦。可是就算是调到最斜第2段，还是感觉很直一下啦。坐在后座啊，你不会 feel 到好像那些都市型 SUV 那么舒服啦。所以这辆车的后座，我觉得它的表现啊，当然是比3门的好啦。然后头顶空间也还 OK， 有1个多的拳头啊，然后车顶吊布呢全部都是米色，可是很奇怪，它的 C 柱的这个 cover 还有 B 柱的 cover 是黑色的，然后有写着 SRS airbag， 证明这辆车它的 airbag 是比3门版本的多。3门版本只有2个 airbag 哦，就是 driver side 跟 passenger side 罢了，可是5门版本的就增加了 curtain airbag。然后当然坐在后座跟3门版本一样是没有后方冷气出风口啦，然后整个门板都是 hard plastic power window switch 啊，就很像格丽莎的这样。如果你们看过格丽莎的 power window switch 就知道了，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前座是怎么样的。OK， 这辆车啊，它卖到200千啊，199千多啊，可是它没有 push start button， 即使是上车啊，也没有 keyless entry， 你还是要用一个传统式的这种锁匙来解锁你的车。上了车过后，你还要转锁匙来 start 车，这个是比较古董的一个 pattern 啊，它可能主打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复古还有情怀，所以这个 start engine 啊，也是用这种最传统的方式。然后前方的椅子当然没有电动调节，全部都是 manual。然后它的 meter 也是非常简单，左边是 RPM， 右边是时速表，中间有一个单色的小小个的荧幕，然后整粒 dashboard 呢都是 hard plastic。然后再来就是它中间的多媒体播放器呢长大了，变成9寸了，跟3门版本不一样。然后没有360的功能，它只有一个 reverse camera 的功能。但是这个 reverse camera， 我觉得它的这个高清程度还算是不错。当然这辆车是一个自动挡啦 ，auto 牙，然后它有2个 gear knob， 一个 gear knob 就是普通 auto 牙的 gear knob 啦，另外一个 gear knob 就是让你切换 2 wheel 还是4 wheel 的这个 gear knob。这辆车刚刚我们讲到嘛，200千的门板长怎么样呢？全部 hard plastic 啊，除了这个门把手有一点 chrome， 其他都是单色硬 plastic。然后很多人可能会看到这一幕就觉得很奇怪 ，Power Window 怎样开关？它的 Power Window 在 Dashboard 的正中间有2个 switch 可以开关，左边、右边。后面的 Power Window 可以通过中间啊，普通车放 armrest 的那个位置那边有2个 switch 可以开关后面的 Power Window。然后这辆车当然没有 armrest 啦，好像很多东西该有的都没有，包括没有 ADAS 功能。它的大镜就是一个空空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镜头，没有 ADAS， 没有前方车辆侦测系统，什么都没有。也没有给你 USB 插孔插你的行车记录器。讲到行车记录器，就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个新款的全新的 Very Good Job 的行车记录器，就是来自我们的70迈的 A510啊。这个 A510是一个前后双镜头的超高清行车记录器，它是具备5兆像素的 1944P 的解析度，还有 HDR 功能啊。HDR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种背景突然间曝光，突然间又变暗，你过桥底的时候，它还是可以迅速的切换那一个光线亮度。当然它也具备了 Sony Starvis2 IMX675 的这个感光元件芯片哦，高动态范围提升10%，低光成像能力提升90%啊，还包括了 Dual Channel Recording， 就是前后拍摄镜头，而且还可以在同一个画面上面同时监控还有切换。这一台 A510 呢，它可以拍摄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也就是讲你在开车的时候，有人快速切入你的车道啊，可以放慢来看，而且每一帧都可以保证非常的清晰，车牌号码、车身款式、颜色，通通都可以被清楚的记录下来啊。当然，这个 A510 呢也下放了现在最需要的 4G 无线网络连线功能。当你的车停放在 parking 的时候，如果有遇到任何的碰撞，它会立即向你的手机发送通知啊。比较旧的产品就有一个好像 ADAS 的功能，这一次 A510 也是有这一项功能，它可以侦测前方的这个车辆哦，如果是很靠近了的话，它也会有这个前方碰撞预警功能。如果你的车买的是没有这种 ADAS 镜头，只要安装一个 A510， 你就有这一个功能了，花少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那么好料的功能，真的是性价比满满啊！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70迈的 A510 或者其他70迈的产品的话，包括你看好像这种 Emergency Jump Starter Power Bank，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行车记录器的话，都可以到70迈的官方网店，我会把它放在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
哦，去 Shopee、Lazada 还有他们的 website， 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点击进去查看价钱啊。那现在就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啦 ，Let's go。OK， 看完今天我们讲解了这辆车的 exterior 还有 interior，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把车开出去试驾一下，在马路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啊 ？Let's go。OK，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Jasmine 小茉莉。为什么她会出现呢？因为如果你要买 Suzuki 的 Jimny 的话，其实也可以找 Jasmine 小茉莉啊。我会把她的联络方式放在影片下方留言区，还有 description 那边。如果你们要买这个车的话，都可以找她下定。OK， 那这辆车呢，它的这个 chassis 哦，是很像 Hilux 这样子的，就是车底哦跟车壳是分开的，所以哦驾起来可能感觉会比较硬。但是据 Suzuki 他们跟我讲啦，这辆车它的 suspension 跟3门版本有做到不一样的调教，驾起来可能会比较舒服一点啊。现在我们要把车开出去 ，steering wheel 上面主打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情怀。那现在我们来出个路口踩个油，喂。敲到手，因为它的 steering 很轻巧，所以你很容易转。可是我比较习惯那个重手的 steering 了，所以有一点转 over， 然后还可以敲到这个门板。可见这辆车的 interior 空间其实不是很大的啦。OK， 现在我们走在马路上啊，明显可以听到一点这个轮胎的声音，还有外面的一点点风噪声啊。这辆车它就没有好像都市型 SUV， 就是搞到很豪华啦，很大张的椅子啊，皮革椅子没有哦。这辆车虽然它卖200千，可是它的 interior 椅子全部都是布料的，然后也没有 ambient light， 就很普通而已。隔音表现也普普通通的。好，我们来做一个 U turn， 看一下这辆车 U turn 怎样啊？喂！隔壁那个会被你甩掉了。因为它是 SUV 啦，所以还是比较浮动一点点，摇摇的感觉啊。可是我觉得它的牙箱厉害嘞，它换牙全部都很顺畅。它是一个 auto 牙 ，OK， 它不是 CVT， 它不是 DCT， 所以你不会 feel 到那个 DCT 的那个换牙的那个挫，也不会 feel 到 CVT 的那个没有力这样拉牛上树，哇，很大声。没有这个牙箱，我觉得在换挡逻辑方面感觉是很好的。看到吗？那个路洞啊，全部都不是洞来的。可以敢过，没有感觉，驾车的人没有感觉啦，坐车的，可能有一点感觉。这种车因为它离地间隙比较高嘛，会怕你会感觉好像过山车这样，好像感觉随时会倒掉这样。可是不会啦，这辆车其实很稳的。哇，你看这个斜坡，哎呀，赶就上台了。哎 ，OK 了，这辆车真的很好玩呢。这辆车为什么会卖这样贵啊？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进口车，因为它是 fully import from India， 有抽进口税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它是玩 off road 的，它是给你拿去爬山涉水，就是走 off road 的，所以你坐在里面你一定会甩来甩去的。可是我觉得这辆车现在没有人拿来这样子玩啊，我们都是拿去露营那种驾慢慢啊，驾慢慢露营，秋的，很爽的那种感觉。OK， 这个是 SUV， 玩法不一样。这辆车讲真的，你要它很暴力吗？没有，它没有很暴力。你一脚油门下去，它也不会给你一个冲刺的感觉。毕竟它 CC 小，它的牙箱啊是让你这辆车呢有更高的 torque 来应付一些 off road 越野、积水甚至淹水。所以它的牙箱的那个齿轮比哦，不是那种你踩油它会爆冲，没有，它是比较慢，可是很有力。但是如果你要快，这辆车我相信它是快不到哪里去的。即使是一脚油门下到完，当它速度上来的时候，你应该也会怕啦，因为它一个4方盒子这样。撞风面积比较大，然后它又很高，轮子又小，15寸罢了，就会感觉比较没有安全感啊。但是如果像刚刚我们讲的，你是买来越野，买来很 chill 的，走那些乡间小路去 camping， 这辆车就很适合，甚至适合过3门的。因为3门的你要 camping， 你要载很多东西哦，你没有一个后门打开来放东西不方便。这个你可以打开后门，可以放很多东西，它的空间就比3门的来得更加大了啦。所以在看影片的朋友们，你们如果喜欢这个 Jimny 的话，你们会买3门还是买5门呢？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我个人我会买3门，你呢？3门。怎么呢？喜欢 Jimny 的人就是喜欢它的可爱嘛。这个有一点 oversize， 可是它变实用了。这辆车超多东西可以改啊！我相信你们去淘宝可以逛不完啊。然后这辆车呢，今天大概就先讲到这里啦。想要买这个 Suzuki 的 Jimny 呢，都可以联络我们的 Jasmine 小魔力。如果你们想要看车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 Permas 这边的 Naza Eastern Motor Sdn Bhd， 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5门版本的 Suzuki Jimny， 还有3门版的可以看啦。我们的这个简短的试驾就先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 Jasmine 小茉莉，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